来生家的在。你负责每日蓝总查看，或有偷懒的、赌钱吃酒的、打架拌嘴的，你立刻来回我。是。你要是敢有寻情，经我查出，这3、4辈子的老脸，竟是顾不成了。不敢。好了，如今都有定规，以后哪一行乱了，我只和哪一行说话。素日跟我的人随身自有钟表，不论大小事情，我是皆有一定时辰的。横竖你们上房也有时辰钟，卯正2刻我过来点卯，4正吃早饭。凡有领牌回事的，只在5出客，须出稍过黄昏止，我会亲自到各处查一遍。回来上夜的交明了钥匙，第2日仍是卯正2刻过来。说不得大家辛苦这几日吧，完了事，你们家大爷自然会赏你们的。二奶奶，我说是谁误了呢？原来是你呀！你远比他们有体面，所以才不听我的话，是不是？小的天天都来得早，只有今儿醒的觉得早了些，因为睡迷了，来了迟了些。奶奶饶过这一次吧。明儿他也睡迷了，后儿我也睡迷了，将来都没了人了。本来是要饶你的，只是我这头一次宽了，以后就难管人了。倒不如现开发的好。带出去，打20板子！二奶奶饶了我吧！二奶奶，我再也不敢了！二奶奶，出去说与来生，各他1月银米。明日再有感悟的，打40，后日的60。你们有要挨打的，只管误。散了。奶奶，先吃饭吧。谢二奶奶，谢二奶奶。哎呦，好长腿子，快上来！我们偏了，在这边外头吃的还是那边吃的？在这边同那些浑人吃什么？人是那边，我们2个同老太太吃过了才来的。今儿怎么想起甩到我这儿来了？今儿人多，我只恐她在外面受了委屈，所以来闹闹凤姐姐。哎，好姐姐，我们书房修出来也要这个牌子来支出东西来不成？你也拿出牌子来，我叫他们要东西去。我拔得身子上生疼，哪里还经得住你揉搓？你放心，今儿才领了纸表糊去，他们该要的还等叫去啊，可不傻了。二奶奶，西府的来旺大爷来了。二奶奶，哟，宝二爷，秦相公，二奶奶，昭儿打南边回来了，说林姑老爷是9月初3日4时没了。
二爷带了林姑娘，这会儿一起送灵姑老爷的灵到苏州去，大约赶年底就能回来。哎呀，了不得了，了不得了！想来这会子还不知道他哭得怎么样呢。这回你林妹妹可在咱们家住长了。凤姐因当着人未及细问贾琏，心中自是记挂。待要回去，争奈事情繁杂，一时去了，恐有延迟失误，惹人笑话。少不得耐到晚上回来。回二奶奶，二爷一路虽然辛苦，但一路平安，叫请二奶奶放心。将那大毛的衣服再带上2件。你二爷在那边可还缺什么穿的用的？家常的倒也齐备，就是素服少了，一并身上的荷包、扇套都是日用的。这次一并与你带了去，你要时时劝他少喝酒，别勾引他认识混账老婆，不然回来打伤你的腿。小的明白，小的明白。吉时已到。算来已有10来顶大轿，30、40小轿，连加下大小轿车辆，不下100余10场。连前面各色的执事、陈设、白耍，浩浩荡荡，一带摆3、4里远。走不多时，路旁彩棚高搭，设席张宴，和音奏乐。原来是东平王府、南安郡王、西宁郡王和北郡王设下陆祭棚。老爷，北郡王也到了。参见王爷。犬父之丧，累蒙郡驾下临，应生辈何以克当？是交之意，何出此言？长府官，带殿。谢王爷恩典。哪位是贤宝儿诞者？几次想要见一见，都为杂冗所阻。想今日是来的，何不请来一会？那宝玉素日就曾听得父兄亲友人等赞水溶是个贤王，年未弱冠，每不以官俗国体所缚，
每思相会，无由得会。今见反来叫他，自是欢喜。名不虚传，果然如宝似玉。贤人的宝贝在哪里？哦，在这儿。莫失莫忘，仙寿恒昌。果灵验否？虽如此说，只是未曾试过。好奇妙，好异宝啊！现读什么书呢？已经读完《诗经》第2本了。令郎真乃龙居凤雏，非小王在诗翁面前唐突，将来雏凤轻于老凤声，未可量也。犬子岂敢谬陈经讲？赖藩郡于真，果如是言，以应生辈之幸矣。只是一见，令郎如是资质，想老太夫人、夫人辈自然钟爱极矣。但吾辈后生甚不宜中逆，中逆则未免荒失学业。昔小王曾蹈此辙，想令郎亦未必不如是也。若令郎在家难以用功，不妨常到寒地。小王虽不才，却多蒙海上众名士凡至都者，未有不令垂青目。是以寒地高人颇居，令郎常去谈会谈会，则学问可以日进矣。谢王爷抬爱，犬子何以克当？还不快去谢恩？哦，谢王爷。今日初会仓促，竟无敬贺之物。此事前日圣上亲赐的吉林香念珠一串，全作敬贺之礼。犬子得王爷垂青，实乃他累世之福。只是王爷久立于此，我等于心实在不安，还是请王爷回于安息为是。逝者已登仙界，非你我碌碌尘寰中之人也。小王虽上捞天恩，须邀俊席，且敢越仙鱼而进也。恭请王爷回于。宁府大兵浩浩荡荡，压地银山一般。行至数里，前面早有法鼓惊闹，床幡宝盖。原来铁槛寺接灵众僧起之。原来铁槛寺是宁荣二公当日修造，现今已被京中老了人口，再次便宜祭坊。如今秦氏安临于内殿偏室，宝珠与礼请示相伴，另演了佛事，重设了香坛。之后，一应谢过法儿，从公侯伯子男一起儿一起儿的散去，至未末时分才散尽。只因秦业年迈多病，不能在此，只命秦钟代为安灵。那秦钟无靠，便只跟着凤姐、宝玉，一时到了水月庵。走，驾！能儿来了，理那东西做什么？
你可别搞鬼。上一回在老太太屋里，一个人也没有，你搂她做什么呀？啊？这会子还哄我？这可是没有的事儿，你可不要瞎说。有没有我也不管你了。哎，只是你拦住他，倒碗茶我来吃，就丢开手。这又奇了，你叫他倒去，还怕他不倒，何必要我说呢？我叫他倒的是无情无义的，不及你叫他倒的是有情有义的。哎，来了！脑儿，倒碗茶来给我。给我！一碗茶你们也争？难道我手里有蜜？哎，嘿嘿嘿。我方便一下，去就来。静清，这是去哪儿呀？静清，静清！哎呀，静清，静清！不管怎么样，除非都出了这牢坑，离了这些人陪你。哎，你们在干嘛呢？好人，你可别嚷得众人知道，你要怎样我都依你啊！哎，宝玉呢？今儿是无论如何也要回去了。铁槛寺那边甄大爷都已经安排妥了，只有宝珠姑娘执意不肯回去。既如此，也只好随他了。宝玉，快过来，咱们走了。宝玉，说好了修了外书房一起读书的，怎么好好的就中了风寒了呢？这说的是谁呀？我能说谁呀？自然是静清了。从出殡回来，他忽然就说病了，我才去他家瞧过他，他连床都起不来了。这不是什么要紧的事，不过一半时受了风寒。小秦相公身子弱，病些日子也是有的，过几日自然就好了。哎，老爷大寿进了，你可仔细着。这日正是贾政的生辰，宁荣二处人丁都齐集庆贺，闹热非常。老祖宗，您瞧瞧，这才一个笑话就逗得我们肠子痛。咱们呀也别看戏了，就看你吧。我不过是借着二老爷的生日，大家痛快的乐一场。你不说谢我，反呲我不成？老祖宗，你看他。好啊！哎，我与子侄们同来祝你一杯。好，多谢兄长，多谢多谢。行，谁来的你？楼下老爷问老太太想听什么戏。既然是他的生日，让他做主吧。不如东海寿比南山。秦的瑶池好一派，景下也百里佳肴，举度是山珍。
太监，夏老爷来降旨了。好英雄在此！快别唱了，快撤掉酒席，摆香案。贺旨，毕克宣贾政入朝，在灵境殿必见。怎么说？夏公公传旨，召郑老爷入朝，在灵境殿必见。这什么意思啊？我看呐，更衣入朝吧。你只说入朝做什么，怕不怕？这个连舍老爷也不知道，目下只有郑老爷一个人进去了，赖大管家也在里面伺候着呢。你不中用，快去叫赖大回来。是。老太太，坐下等吧。坐下吧。是啊，老太太坐下等是一样的。横竖能有什么大事呢？你们小人家怎么知道这里面的厉害？宝玉呢？宝兄弟才刚给他父亲敬酒去了，想必还在前头呢。老太太要找他，我着人叫他来就是了。坐下，坐下，坐下等吧。恰在这个时候，水月庵的智能私逃进城，找至秦钟家下看视秦钟。能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见你病了，逃了出来瞧你。这却如何使得？倘你师傅知道，又要打你了。我打死你！快走啊，快走！我打死你！自己息怒。快过来！你去把明艳那小子找来，老太太急找宝玉呢。是。我打死你这不争气的东西！我打死你这不争气的东西！父亲，父亲，父亲，怎么了？好兄弟。啊！秦老爷，秦老爷他变天了。给老太太、太太们、奶奶们，快说，什么事啊？给老太太道喜，奉老爷命，速请老太太带领太太们进朝谢恩呐！你过来，到底什么事？一字一句的告诉我。小的们只在临近门外伺候，还是夏太监出来报喜，说咱们家大小姐晋封为凤藻宫尚书，加封贤德妃。如今老爷往东宫去了，速请老太太带领奶奶们进朝谢恩呐！老太太，天大的喜事啊！同喜同喜，老太太大喜，姨妈大喜，同喜同喜同喜，大喜，大喜，大喜大喜，同喜同喜，老太太大喜。老祖宗，哎呀，怎么还坐在这儿？还不快打桩了，进宫谢恩呐！这是甄大奶奶。上头说了，这些东西今天晚上都得做好，把这些都送到东府那边去。好，秋文，甄大奶奶和二奶奶。宝玉却因秦钟心中惆然，如有所失。元春进封之事亦未解得愁闷，贾母如何谢恩，如何回家，亲朋如何来庆贺，宁荣两处如何热闹，众人如何得意，独他一个皆视有如无，毫不曾介意。我已气死了父亲，活着也无益，不如一发去了干净。你好生养着，等养好了，咱们还一处读书上学啊。哎，这个人今天是怎么了？外面热闹翻了天，你倒在这儿充耳不闻的，难道你要修道坐禅不成？嘿，你倒是说话呀！你凭他去吧，这呆子再听不进一句话去。怎么，这屋里除了一个呆子，又冒出来一个？你这蹄子
有什么事这么冒冒失失的？我这事儿救不了你这呆子，却救得了里面那个呆子。林姑娘回来了。宝玉且喜贾琏与黛玉回来，林如海已葬入祖坟，诸事停妥。贾琏本该出月到家，因闻得元春喜讯，遂昼夜兼程，一路俱各平安。妹妹，好妹妹，一路远来劳乏了。这是给你的啊！我得了一个好东西，特地要留给你呢。这是北京王爷送我的。什么臭男人拿过的东西，我不要它。且说贾琏自回家参见过众人，回至家中。国舅老爷一路风尘辛苦，小的听见昨日头起棒马来报，说国舅老爷今日大驾归府，略备了一杯水酒洗尘。不知国舅老爷肯赏光吗？听闻你最近操持家务，可着实辛苦了。我哪里照管得了这些事？见识又浅，嘴角又笨，心肠又直率，人家给个棒槌啊，我就认作真了。脸又软，搁不住人给两句好话，心里就慈悲了。况且又没经历过大事儿，太太略有些不自在，就吓得我连觉也睡不着了。我苦辞了几次，太太又说我徒受用，不肯学了。你是知道的，咱们家这些管家奶奶们，哪一位是好缠的？错一点就笑话打趣儿，偏一点就指桑说槐，坐山观虎斗，借剑杀人，引风吹火，站杆二，推倒油瓶不服，都是全褂子的武艺。况且我年纪轻，不压重，都不把我放在眼里。我知你辛苦了，这就来谢你如何？这么长时间可把我想死了。谁信你的？谁知你背后做了什么？哪有，只想你。你来做什么？给我吧，你先回去吧。谁啊？是我。姨太太打发了香菱妹子来问我一句话，我已说了，打发她回去了。正是呢，方才我见姨妈去，不妨跟一个年轻的小媳妇子撞了个对面，生得好齐整模样。我疑惑咱家并无此人，说话间我就问了姨妈，谁知就是上京来买的那个小丫头，名叫香菱的，竟以薛大傻子做了房里人，开了脸，出挑的越发标致了。那薛大傻子真是玷污了他。往苏杭走了一趟，也该见些世面了。怎么还这么眼馋肚饱的？你要爱他不值什么，我拿平儿换了他来如何？瞧你说的，这平儿究竟是你房里人，那香菱如何能相提并论呢？那薛老大也是个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，娶了没半个月就看得马棚风一般了。不是我说，早知如此，还不如我给你讨了来呢。老爷在大书房等着二爷呢。我先去了。方才姨妈什么事儿？巴巴的打发了香菱来。哪里来的香菱啊？是我借她撒个谎。奶奶说说，那来旺嫂子越发连个成算也没了。怎么说？奶奶的那礼钱银子迟不送来，早不送来，偏这会子二爷在家，他且送这个来了。幸亏我在堂屋里撞见，
走了来回奶奶。二爷倘或问奶奶是什么利钱，奶奶自然不肯瞒二爷的，少不得照实告诉二爷。我们二爷那脾气，油锅里的钱他要找出来花呢。听见奶奶有了这个提及，他还不放心的花了呢。于是我就赶着接了过来，叫我说了他2句。谁知奶奶偏听见了问，我就撒谎说是香菱来了。我说呢，姨妈知道你二爷来了，呼啦吧的反打发个房里人来，原来是你这蹄子弄鬼。收起来吧。哎。贾琏去到孟婆斋，方知是为筹划省亲事宜。贾政不惯于俗事，只凭贾赦、贾珍等人安插摆布，商议拆宁府惠芳园强园楼阁，直接入荣府东大院中。如此2处凑来1处，省得许多财力，纵然不够用，所添也有限。妈妈，尝一尝你儿子给你带来的汇泉酒。这不正喝着呢吗？奶奶，你也喝一盅。好。我这会子来啊，倒也不是为了喝酒的，倒是有件正经事儿，奶奶你好歹记在心上，疼过些我吧啊！妈妈说，我们那爷呀，就嘴上说的好听，到了眼跟前就忘了我们了。幸亏我从小把他奶这么大，我现在老了，有的是我那俩儿子。奶奶您就另眼相看些，别人也不敢呲牙的。妈妈但有什么说的，只和我说就是了。哟，妈妈怎么有空来了？莲儿，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妈妈这有事要烦爷呢。什么事儿？我是想啊，如今从天上跑出这么件大喜事儿，哪有不用人的呢？正是呢，这事儿啊，跟奶奶说才是正经。要是靠着我们爷呀，恐怕我早就饿死了。原来为这事儿。妈妈，你放心，2个奶哥哥都交给我。你从小奶大的儿子，你还不知道他？拿着皮肉啊，倒往那不相干的外人身上贴。现放着奶哥哥，哪一个不比人强？你照管他们，谁敢说个不字儿？没得白便宜了外人。哎呦，我这话也说错了。我们看着是外人，你看着却是内人一样呢。你们净是胡说。好了，快盛饭来，吃碗子还往甄大爷那边上议事呢。可是别误了正事儿。才刚老爷叫你做什么？就为省亲。省亲的事儿，信准了不成？虽不十分准，有8分了。这些日子，我听着上上下下到处嚷嚷着省亲省亲。这么说，咱们家要预备接咱们大小姐了。这个自然，不然这会子忙的是什么？不但如此，以后每月逢26日期，还准去书房眷属入宫请候看事呢。真要这样，我可也见了大世面了。可恨我晚生了20-30年，听那些老人家说起当年太祖皇帝的故事，比一部书还热闹呢。偏我没造化赶上。哎呦呦，可不得了了！那时候啊，我才懂事。咱们贾家正在姑苏、扬州一带建造海坊、修理海棠，就预备接驾1次，那银子花的像淌海水一样，你可不知道。我们王家也预备过1次，那时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儿，凡有外国人来，都是我们家养活，所有洋船货物也都是我们家的。那是，谁不知道啊？如今还有个口号呢，说是东海少了白玉床，龙王来请江南王，那说的就是奶奶府上。哦，如今还有江南的甄家，哎呦，好势派呀！独他家接驾了4次，
要不是我们亲眼看见，这告诉谁谁都不信。别说那银子成了泥土，平时世上有的全都拿来堆山填海，罪过可惜4个字全都顾不上了。常听我们太爷们也这样说，岂有不信的？只是呐喊，他家怎么就这么富贵呢？我告诉奶奶一句话吧，那还不是拿了皇帝家的银子往皇上身上使呗？要不谁家有那些钱买那虚热闹去？做什么？二爷，秦相公他不中用了。啊？不能吧？我昨儿瞧他的时候还明明白白的，怎么今儿就不中用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刚才他们家老头子特意来告诉我的。哎，二爷！那秦钟早已魂魄离身，只剩得一口悠悠余气在胸。正见许多鬼判持牌提索来捉他，那秦钟魂魄又纪念着家中无人掌管家务，又记挂着父亲还有留积下来的3、4千两银子，又记挂着智能尚无下落，一时哪里肯就去？宝二爷来了！景清，二爷，景清，宝玉来了。列位神差，列发慈悲，让我回去和这一个好朋友说一句话就来的。不瞒列位，是荣国公的孙子，小名宝玉。我说你们放了他回去走走，你们断不依我的话，如今只等他请出个运旺时盛的人来才罢。你老人家先是那等雷霆电报，原来见不得宝玉二字。放屁！自古人鬼之道确实一般，别管他阴也罢，阳也罢，还是把他放回没有错了的。景清，景清，不肯早来，再迟一步也不能见了。你有什么话就留下2句吧。并无别话，以前你我见识早已高不识人，我今日才知自误了，以后还该理智功名，以荣耀显大为是。景清，景清，景清，景清。话说秦钟既死，只有宝玉日日思慕赶到，然已无可如何了。给老爷请安。又不知历过几日何时，大观园工程俱已告竣，贾珍邀贾政并宝玉亲客老爷瞧了，园内巡查各处，暂拟变园。非此一山，一进来，园中所有之景，悉入目中，则有何区？这真是。贾政近日因闻得署长称赞宝玉专能对对联儿，虽不喜读书，偏倒有些歪才请辞。今日有议事，是宝玉功业敬意如何？
便命他跟来急转变联。曲径通幽处，宝玉果然不负众望，曲径通幽，沁芳亭桥，有凤来仪，杏帘在望，料亭花絮几处匾额都题得十分新雅不俗，博得众人赞赏。贾政赞赏之余，又不觉宝玉太过于卖弄，锋芒轻狂，管窥离侧，竟然戏言尊长迂腐，穿凿扭捏。贾政走到一所清凉瓦舍，面对千藤隐蔓、垂帘绕柱、银器盘阶的异草，感叹有趣。只是不大相识啊。这些之中也有藤萝碧丽。宝玉便说出一大串的名字和出处。那些所有异草，有的叫做什么霍纳将寻，有的叫做什么轮足子将，还有石帆、水松、浮柳等样。如今年深岁改，人不能识，故皆象形多。气得贾政未及说完便喝道：“也是有的。”谁问你了？